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千年之前，在李白的诗篇里，对宇宙的纯真向往，正是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原始驱动力。1957年10月4日，苏联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伴随着 R7 火箭的轰鸣声，一颗名为斯普特尼克1号的人造卫星被送入太空。当晚，赫鲁晓夫正在乌克兰与当地官员讨论问题。得知消息后，赫鲁晓夫高兴地结束了会谈，回到卧室休息。对他来说，这是美好的一天。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消息，使得美国乃至全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陷入了不眠之夜。1687年，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构想：从高山上以不同的水平速度投掷物体，速度逐渐增大，落地点也离山脚越来越远。假如没有空气阻力，当速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物体就不会落回地面，它将环绕地球运行。这是人造卫星的基本原理。人造卫星全称为人造地球卫星，指的是围绕地球飞行，并在空间轨道运行1周以上的无人航天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航天和航空仅有一字之别，但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航天指的是载人或无人飞行器在大气层外空间的飞行活动，如卫星、飞船。与此相对，在地球大气层内的飞行活动，例如飞机航行或者热气球飞行，属于航空。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从人类航天视角看中国太空万星计划。想要把人造卫星送入太空，必须突破地面区域的限制，而要实现环绕地球飞行，脱离地球、脱离太阳系的最低速度，还需要不同的发射速度。当航天器的飞行速度达到每秒 7.9 千米时，它能够环绕地球运行，这个速度称为第一宇宙速度。当航天器的飞行速度达到每秒 11.2 千米时，它就能够摆脱地球的引力束缚，脱离地球的运行轨道，成为环绕太阳运转的人造行星，或者前往太阳系的其他行星。这个速度被称为第二宇宙速度。如果航天器的飞行速度达到每秒 16.7 千米时，它就能够飞出太阳系，前往其他恒星的世界。这个速度就被称为第三宇宙速度。所以发射卫星的基本条件是需要提供足够强大的推力，这种推力的来源就是多级火箭。多级火箭的运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几个单级火箭连接在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火箭系统，其中每一级都是一个能够独立运行的火箭，分步骤完成飞行使命。第一级火箭点火，此刻整枚火箭升空而起，当第一级燃料耗尽时，外壳被抛离，随后第二级和第三级开始运作，如此逐级推进，直至最后一级火箭完成任务，安装在末级火箭前端的卫星进入地球轨道。当然，只是将卫星仅仅发射到太空还不够，每颗人造卫星都承担着特定任务。根据功能用途，人造卫星可分为3大类别：科学卫星、技术试验卫星和应用卫星。科学卫星主要用于科学探索与研究，主要包括空间物理探测卫星和天文观测卫星，常用于研究其他行星的大气层和辐射带、磁层、宇宙射线和太阳辐射，或者用于观测其他天体。2016年12月，我国发射了一颗碳卫星，也称为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用于监测全球二氧化碳浓度。这颗碳卫星属于科学卫星，在航天技术中，一些新原理、新技术、新方案、新仪器和新材料需要进行空间飞行试验，成功后才能投入实际应用。这时候要用到的卫星是技术试验卫星。美国在1966年至1974年这8年期间，共发射了6颗多功能技术试验卫星，开展了包括空对地和船对岸之间的语音通信、传送全球云图分布信息、卫星导航和天线功能测试、卫星姿态控制及无线电传输等试验。正是通过这些卫星试验，为美国后续通信卫星、气象卫星、导航卫星和资源卫星的研发与应用打下了基础。这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生物卫星，用来研究失重和辐射以及其他多种航天飞行环境对生物生长发育、代谢、遗传等方面的影响及其防护方法，属于一种返回式卫星。1957年11月3日，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2号，这是全球首颗生物卫星，搭载着一只名为莱伊卡的小狗。科研人员为它打造了一套生命维持装置，让舱内环境与地面保持一致。莱伊卡身上安装了多种监测血压、呼吸、心率的传感器，遥测数据传回地面，供科学家分析研究。当时人类尚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按照原定计划，莱伊卡将在第6天食用含剧毒的晚餐后死亡，但实际上
据当时参与实验的科学家马拉山科夫所述，由于卫星出现故障，莱伊卡进入1000多千米的高空后就因高温而死亡。虽然这不是人们希望看到的，但受技术条件限制，莱伊卡注定要为人类航天事业牺牲生命。苏联并未因此停止卫星试验，经历数次挫折后，直到1960年8月，一对名为贝尔卡和斯特日尔卡的小狗搭乘斯普特尼克5号卫星飞向太空，并平安返回地面。这段艰辛的动物实验终于画上句号。1961年4月12日，苏联航天员尤里·加加林乘坐宇宙飞船飞向苍穹。后来，加加林幽默地自嘲：“我实在无法理解自己是谁，宇宙中的第一个人还是最后一只狗。”与前两种卫星相比，应用卫星直接为国民经济或军事需求提供支持，例如通信卫星、气象卫星、导航卫星、侦察卫星、遥感卫星。这些卫星各自承担不同的任务，主要包括3个方面。首先是无线电信号中继，这些卫星上安装有工作在不同频段的转发器和天线，转发来自地面、海上、空中以及低轨道卫星的无线电信号，用于传输电话、电报、电视广播节目。第二类是对地观测平台，这些卫星上搭载了对地观测的各种波长的遥感设备，收集来自陆地、海洋、大气的不同频段的电磁波，从中获取信息，进行识别和判断分析，检测目标物体的特性与所处状态，直接为气象、农业、林业、地质、水利服务以及环境污染监测和军事侦察。第三是导航定位基准，这些卫星上安装有光信标灯、激光反射器和无线电信标机应答机等设备。这类卫星在空间中的位置到地面的距离以及运行速度都可以预先确定，因此可用作定位、导航和大地测量。不同用途的卫星也就意味着其结构也不相同。人造卫星一般由专用系统、有效载荷和保障系统组成。专用系统是指与卫星所执行的任务直接相关的系统，相当于卫星的专业技能。比如通信卫星会搭载信号转发器与天线，地面发射的信号从地面基站、地面站发送到卫星的收发设备上，这个电路装置负责接收、处理和放大上行链路信号，然后向其他地面站转发，以此实现全球通话、电视直播等功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乘坐飞机时会被要求开启手机飞行模式，除了避免电子设备信号干扰飞机精密的导航和通信系统，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为了防止地面基站超载。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当手机处于低空时，高度足够与地面基站进行通信，但是飞机飞行速度极快，地面基站来不及建立连接，手机就会超出信号覆盖区域，造成地面基站负荷过重，始终处于200个新用户接入系统，正在建立连接。咦，用户怎么不见了？全都飞走了。又来了300个新用户，继续等待连接。咦，怎么卡了呢？进而干扰正常的地面通信。有人可能会问，高铁速度也很快，为什么不采用信号屏蔽措施？这是因为高铁是沿着轨道行驶的，可以进行信号定向优化和屏蔽处理。飞机航线无法像高铁那样完全固定路线，只能要求关闭通信功能。与通信卫星有所不同，遥感卫星为了监测地表植被和海洋温度等数据，会配备高分辨率相机、红外传感器或雷达设备。比如我国多年来发射的吉林1号卫星星座，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商用高分辨率遥感卫星，上面搭载了 AIS 多光谱仪、短中长波红外相机、在轨 AI 系统等多种类型载荷，其分辨率可以达到 0.5 米，能够自动识别建筑、道路、水体、林木以及不同种类的农作物。后面我们再详细展开。保障系统也称为服务系统，你可以理解为卫星的生命维持系统，确保卫星在真空、辐射、极端温差等恶劣环境中生存并保持稳定运行。其中包括结构系统和电源系统、热控制系统等7个重要子系统。对于返回式卫星，还有返回着陆系统。卫星发射进入太空后，需要进入不同的轨道。虽然轨道的形状只有圆形和椭圆形2种类型，但其方向和形态以及距离地球的高度也各不相同。卫星轨道通常被划分为3种类型：地球同步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极地轨道。地球同步轨道是指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周期一致的前进轨道。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地球同步轨道中存在一条特殊的轨道，称为地球静止轨道。这种轨道的倾斜角度为0度，位于地球赤道上空35786千米处。从地面观察者的视角看，
在这条轨道上运行的卫星呈现静止状态，通常通信卫星、广播卫星和气象卫星都会选择这种运行轨道。太阳同步轨道沿着地球自转轴方向，运行方向与地球公转方向一致，旋转角速度相当于地球公转的平均角速度360度每年的轨道。它距离地球的高度不超过6000千米。在这条轨道上运行的卫星以相同的方向经过同一纬度的当地时间是相同的。气象卫星、地球资源卫星通常采用这种轨道。极地轨道是倾角为90度的轨道，在这条轨道上运行的卫星每圈都要经过地球2极上空，可以俯视整个地球表面。气象卫星、地球资源卫星、侦察卫星常采用这个轨道，地面固定或移动的物体、空中飞机和海上舰艇都可以利用这类卫星确定自己的坐标。人造卫星的研制绝非简单的技术集成，而是一项涉及精密计算、材料科学、尖端推进技术与庞大系统工程组织的极限挑战。正是这种令人敬畏的复杂程度，使其超越了单纯的科学探索领域，成为了冷战年代美苏两国争夺绝对技术优势与意识形态优越性的终极竞技场。当1957年苏联首先将那颗金属球体送入太空轨道之际，它发出的每一道信号都如同雷响的战鼓，不仅标志着人类航天时代的到来，更引发了一场以宇宙为舞台、以国家荣誉为赌注的太空竞赛。斯普特尼克1号发射成功后，美国上下震惊。《纽约时报》将其作为头版头条，科学家称之为太空界的珍珠港事件。艾森豪威尔政府向海军施压，要求尽快发射一颗卫星升空，并相继成立了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 等机构。如此迅速的行动背后是美国对苏联的恐惧心理。他们认为这颗卫星不仅代表了苏联的科技领先地位，更表明其拥有将核武器投送到美国本土的实力。然而美国并不知晓的是，斯普特尼克1号成功发射其实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核竞赛的关键在于洲际弹道导弹射程需超过8000公里。苏联将这项任务分配给了著名火箭专家谢尔盖·科罗廖夫。经过他和团队的辛勤工作，1957年5月 ，R7 弹道导弹研发成功。由于事先不清楚弹头重量，为了确保绝对安全 ，R7 被设计得过于强大。整个导弹长度约29米，最大宽度约10.3米，最大起飞推力486吨。巨大的运载余量成为了它作为武器的致命弱点。由于采用低温液氧推进剂，导弹在发射之前光是加注燃料就要花费近20个小时，而采用地面固定发射的方式又使其在首轮打击中极易被摧毁。但历史的戏剧性正在于此，这些缺点让 R7 导弹缺乏实战价值，但却是极佳的航天运载工具。当时正值国际地球物理年1957至1958年，而早在1955年7月，美国就已经高调宣布要在此期间发射人造卫星。同样怀抱航天梦想的还有科罗廖夫，几乎在美国宣布进军太空的同时，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在发射卫星这件事上超越美国。于是他敏锐地抓住了弹头研制受阻和 R7 导弹试验成功的机遇，积极向政府建言，利用 R7 的剩余运载能力率先发射一颗人造卫星。这既能检验导弹的运载能力，又能获得重大的政治声望。1957年1月，苏联政府同意了科罗廖夫的方案，放弃了原先更复杂的对象低卫星计划，改为研发一颗构造简单、便于快速完成的简易卫星。1957年10月4日，在拜克努尔发射场，由 R7 导弹改装而成的卫星号 8K71PS 运载火箭将斯普特尼克1号送入预定轨道。苏联一时风光无限，美国还没来得及反应，同年的11月份，斯普特尼克2号成功发射，并将一只名为莱伊卡的小狗送上了太空。相较于苏联的抢先行动，美国的应对则显得有些狼狈。1957年12月，搭载在先锋号火箭上的卫星升空，仅约1米高就坠落爆炸。这一画面通过电视传遍全美，民众愤怒情绪高涨。为缓解民众恐慌，白宫紧急印发宣传手册《外空入门》，试图用物理学原理说明从卫星投掷炸弹不可行，因为物体从卫星中被释放后根本不会下落，无法射向目标。尽管科学上完全正确，但在全国性的失望情绪面前，这种解释效果有限。直到1958年2月1日，美国经过艰难努力，将探险者1号送入太空，才暂时平息了公众的不满。然而苏联的攻势并未减弱。1959年1月，
月球1号探测器成功发射，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脱离地球引力的航天器。同一年9月，月球2号发射升空，成为首个抵达月球表面的人造物体。同一年10月，月球3号飞至月球背面，拍摄了月球的首张背面照。直到1961年，苏联航天员尤里·加加林搭乘东方1号宇宙飞船，实现了人类首次太空之旅。美国再次遭遇重大挫折。为了改变不利局面，美国决定采取弯道超车策略。1961年5月25日，肯尼迪公布启动阿波罗计划，决心10年之内让人类踏上月球。虽然在此之前20天，他们刚刚才将美国首位宇航员艾伦·谢泼德送上太空。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投入资金最多的科技工程之一，阿波罗计划牵涉到数万家企业与科研单位，超过30万名科技工作者。而在计划执行过程中，也遭遇了多次挫折与考验。1967年1月，阿波罗1号宇宙飞船在地面测试过程中突发火灾，3名宇航员不幸牺牲。在汲取深刻教训改进飞船设计之后，通过水星计划、双子星座计划，并借助冯·布劳恩设计的超重型土星5号火箭，最终在1969年7月20日，由阿波罗11号将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送上月球，实现终极逆转。1981年，69岁里根击败前任总统卡特入主白宫。与主张忍耐外交和缓和战略的老好人卡特不同，里根上台后重新采取强硬路线，研发并部署了 B1 轰炸机和 B2 轰炸机、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D53差级潜射弹道导弹、MX 洲际弹道导弹等大量先进武器。同时，为了应对来自苏联的核威慑，1983年又提出启动战略防御倡议 SDI， 也就是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声称将投入1万亿美元资金，建立以天基激光粒子束武器为基础，配合动能拦截器的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从而把相互毁灭的核威慑平衡转变为能够取胜的战争。虽然美国科学家协会评估认为相关技术至少还需20年才能完善，苏联仍然陷入了战略焦虑。为了应对美国这一威胁，1984年，苏联国防部秘密启动阿巴干反导系统，研发可在太空击毁来袭导弹的粒子束武器。1986年，克格勃下达命令，3年内完成反卫星武器实战部署。1985至1988年，苏联太空军事领域投入猛增240%，远超过同期 GDP 增长。同一时期，为在经济上切断其退路，美国与沙特联手通过增加产量来降低石油价格，造成苏联石油出口收入急剧下降60%，引发国内严重危机。1987年，莫斯科甚至出现了面包供应限制的情况。尽管面临如此困境，苏共中央依然做出决定，保持太空防御经费投入。这一决策使得苏联经济陷入生产停滞、通胀，加剧社会不满这个恶性循环。直到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冷战机密文件被公开，人们才意识到星球大战计划实际上是一个彻底的骗局，目的就是要拖垮苏联的经济。正如苏联最后一位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在回忆录中记载的那样，我们以为是在和真正的对手竞赛，后来才明白，我们追寻的不过是美国制造的技术幻象。在美苏太空竞赛的同时，太空技术的军事用途悄然兴起。1960年8月，美国将一颗名为发现者13号的照相侦察卫星送入太空，这颗卫星的成功发射与顺利回收开启了卫星军事化的先河。而真正展现太空力量对战争决定性作用的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军动用了各类卫星超过100颗，为联军部队提供了全面的侦察监视、通信、预警、导航、气象等重要作战保障。在其引导下，美军对伊拉克的军事目标实施了持续不断的精确打击，炸弹可以精准地从烟囱里钻进去，对伊拉克参谋部进行空袭。预警机可在伊军战机起飞前就将其锁定并击落。高精度侦察卫星甚至能从太空清点伊军的帐篷和坦克数量。在太空绝对优势的保障下，美军仅仅用了43天时间，就以伊军伤亡超过10万人，多国部队仅伤亡598人的悬殊代价结束了这场战争。至此，人造卫星从冷战竞赛的象征完全转变为现代战场必不可少的天眼。一场从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型的军事变革悄然来临。一夜之间，世界各国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开始研究应对策略，调整战略部署。为了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1970年，
一位来自赞比亚的修女给 NASA 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的科学副总监恩斯特·史都林格博士寄去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问题：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在挨饿，但我们为何还要花费巨资探索太空？就在同一年，东方红1号在西北戈壁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进入太空。从东方红1号开始，中国的航天发展历程在冥冥之中为修女之问做出了注解。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8大2次会议上提出，中国要研制人造卫星。2个月后，国家主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聂荣臻邀请了中科院和国防部5院的相关专家，商讨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和任务分配，最终确定卫星研制分为3个阶段：首先发射探空火箭，第2步发射小卫星，最后发射大型卫星。在分工方面，运载火箭以国防部5院为主导，探空头和卫星头及观测任务以科学院为主导。1958年7月，在美国发射首颗人造卫星之前，由钱学森担任项目组长，代号581的绝密工程正式启动。但是，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庞大工程，技术要求非常复杂，当时中国尚不具备发射卫星的能力。就拿最基本的电力供应来说，1957年，中国发电装机容量仅为464万千瓦时，同一时期的美国发电量达到7163.56亿千瓦时。就在这一年，中科院迎来了一位新成员郭永怀，他的到来让钱学森十分欣喜，两人师承同门，志趣相投，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期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郭永怀的提议下，1958年中科院力学所组建了激波管研究团队。激波管是什么？在这之前，先来认识一个专业术语——风洞。这是一种能够人工制造和控制气流，用来模拟物体在空气中运动时所受到气动力作用的管状实验装置。简单来说，就是地面上的人造天空。风洞的种类相当多样，涵盖低速、亚音速和跨音速类型，还有超音速与高超音速风洞，专门用于测试超音速飞机、导弹、火箭和人造卫星的是高超音速风洞。虽然性能卓越，但高超音速风洞存在一个严重缺陷，那就是电力消耗。美国一座大型风洞的耗电规模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城市的用电量，那时的中国完全无法提供如此巨大的电力需求。但若没有这种风洞设备，超音速飞机、导弹、人造卫星以及后续的载人航天等工程就难以实现。是否存在一种风洞既能产生强劲气流，又耗电较少？有，激波风洞。这是一种利用激波瞬时压缩气体的装置，并产生高超音速实验气流的风洞。你可以将它想象成一个超级空气压缩炮，无需多大电量就能使气流达到高超声速风洞的效果。中科院院士、激波风洞创始人于鸿儒当时是郭永怀学生，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仍然记得当年的情景。郭老师交给我几份康奈尔航空实验室近年出版的激波管文献，让我好好看一看。他语重心长地说，我国资金、电力均不足，不可能走美国依靠常规加热高超声速风洞的道路。我们应尽早探索新途径，利用激波加热可能是一种有前途的办法。你尽力去干吧，如果能在10年内获得成功，对我国航天事业将是非常有用的。1969年，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第一座大型高超声速风洞 GF8 激波风洞建设完成。但这其实是郭永怀早在美国时期就布下的一颗弦子。1949年，郭永怀的妻子李佩回国探亲，他把国内的情况告知了郭永怀。从那时开始，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郭永怀经常出入激波管实验室。这种激波管正是激波风洞的核心组成部分。70年代初期，我国重点航天器型号陆续进入关键攻关时期，在郭永怀的指导下，提前10多年开始研发的激波风洞正好派上了用场。然而重器虽成，斯人已逝。1968年12月，郭永怀在出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职，遗体已被烧焦，但他怀中保护的绝密文件却完好无缺。再说卫星，受客观条件制约，中国科学院对卫星发展计划进行调整，以研制探空火箭和高空物理探测为重点，为卫星研制奠定基础。1960年，中国首枚自主研发的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 T7M 火箭成功发射。毛泽东在视察期间特别询问了这枚探空火箭的情况。当了解到它能飞行8公里后，毛泽东感慨地说道：“了不起呀，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持续推进。”
搞它个翻天覆地。在此之后，梯形火箭又接连发射了数次，飞行高度从8公里提升至60公里、100公里、130公里。与此同时，国防部第5院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东风1号、2号导弹相继研制成功，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再加上1964年中国经济状况逐渐改善，因此搁置许久的人造卫星计划重新被列入议事日程。1965年8月，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重新启动人造地球卫星项目，代号为651工程。1967年12月，在国防科委举行的工作会议上，正式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命名为东方红1号。导弹与火箭的推进原理基本一致，它们最主要的差别在于运载的物体不同，导弹顶端安装的是战斗部，而火箭顶部搭载的则是航天器。鉴于当时中国的单级火箭以及正在研发的2级火箭还无法达到发射卫星所需的速度要求，经过多次研究讨论，科研团队决定采用一枚3级运载火箭发射中国的首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枚3级运载火箭随后获得了一个响亮且寓意深刻的名字——长征1号。按照计划安排，长征1号运载火箭的1、2级研发任务由当时担任第7机械工业部第1研究院副院长的任新民承担。第3级固体火箭发动机由时任第7机械工业部第4研究院副院长杨南生负责，而卫星研制工作的领导由国防部5院1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的孙家栋担任，这是由钱学森亲自指定的。当时长征1号运载火箭的研发制造单位分布在北京各个区域，年过50的任新民每天早出晚归，奔波于各处，困了只能在公交车上短暂休息。在西北的荒漠上，杨南生带领着科研团队经历了19次成功的地面试车和一系列环境试验，提前完成了第3级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任务，终于在1970年初完成了火箭的各项研制工作和全部飞行试验。而孙家栋在接到任务后，用2个月时间选拔人才，提名7发任，沈振金等18人组建其首批队伍。这18人与孙家栋共同既开创事业又传授技艺，被誉为航天卫星18勇士。1970年3月21日，东方红1号卫星完成了全部总装工作，5天后获得周恩来批准，火箭卫星正式出厂。1970年4月24日，伴随着长征1号的轰鸣巨响，东方红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升空。熟悉的旋律震动九霄，响彻寰宇。在经历了长达12年的期盼之后，中国终于跻身独立发射卫星国家的队伍。东方红1号的研发攻克了众多技术难题，其成果远不止卫星本身。为了实现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的总体要求，科研人员完成了中国航天史上首次开展大规模多学科的系统工程实践。东风系列导弹系统、长征系列运载火箭、JF 系列激波风洞设施都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并壮大，涌现出包括孙家栋、戚发轫、潘厚任、王希季、胡世祥等航天领域的领军人物与总师团队。这些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庞大的人才队伍，为中国建立了自主可控的航天科技工业体系，积累了覆盖设计、制造、试验、发射、测控的全流程技术能力，也为后续的载人航天、北斗导航、探月工程等一系列重大航天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中国在新一轮的航天竞争中不再望天兴叹。1960年，美国发射了全球首颗气象卫星泰罗斯1号 TIROS。7年之后，3个世界气象中心在世界气象组织 WO 第5次大会上获得确认，分别设立在莫斯科、华盛顿和墨尔本。当时中国还未恢复在世界气象组织的合法席位，这就表示在全球气象资料分发过程中，中国是无法接收到这些数据的。缺乏充分的气象资料，就难以做出更精准的气象预报。这个不足让中国在2年之后蒙受了重大损失。1969年年初，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当时中国的气象预报主要还是依靠地面观测和探空气球等方式，以常规方法为主要手段。虽然能够接收美国气象卫星过境时的卫星云图，但由于分辨率不高、时效性较差、地域覆盖有限，而且一旦超出固定接收范围就无法获取。
因此气象监测资料十分缺乏。面对这样的困境，1970年周恩来下达气象卫星研制任务，最初组建的气象卫星工作团队仅有13人。出于保密考虑，他们以会议室号码作为代号，被称为311组。1977年11月，气象卫星工程首次大规模总体协调会议在上海举行，中国首代极轨气象卫星正式定名为风云1号。此次会议确定了任务分工、卫星本体、运载工具、测控基地、发射场区及卫星数据接收处理，分别由航天部、五院、上海航天局、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以及中央气象局负责。1988年9月，中国第一颗气象卫星风云1号 A 星成功发射。然而这条道路并非一帆风顺，39天后卫星失控，留下了中国气象卫星研制史上的39天之痛。1990年风云1号 B 星成功发射，发射后10多天卫星出现异常状况。1994年风云2号01星在发射前的测试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3年后风云2号 A 星在轨运行3个月后发生故障。面对重重挫折，中国航天人没有气馁。1999年风云1号 C 星顺利升空，实现了遥感卫星长期稳定业务运行。2002年风云1号 D 星成功发射，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在极轨气象卫星方面的实力。自2006年至2018年期间，陆续发射了 D 星、E 星、F 星、G 星、H 星共5颗风云2号系列卫星。这些卫星用途广泛，不仅能够防范气象灾害及其衍生灾害，能够进行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开展森林草原火灾监测预警，还能进行土地利用遥感监测和粮食产量监测预报。与此同时，风云系列卫星持续为全球带来福祉。2018年7月，风云2号 H 星定点在东经79度上空，将监测范围延伸至“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和地区。当这些国家遭遇气象灾害时，即可向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气象局提出申请，启动风云卫星专项观测计划。目前，世界气象组织已将风云气象卫星列入全球业务应用气象卫星体系，与美国和欧盟的气象卫星共同构成全球对地观测网络的核心力量。在风云卫星成功之后，中国的人造卫星研发制造呈现出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2003年，第3颗北斗1号导航定位卫星成功发射，与前2颗北斗1号工作卫星协同运行，构建了完整的卫星导航定位体系。中国成为美俄之后全球第3个具备自主卫星导航能力的国家。2007年，嫦娥1号顺利升空，中国跻身世界第5个独立发射月球探测器的国家行列。2015年，悟空号成功发射升空，这是中国自主研发制造的首颗用于探测空间暗物质粒子的卫星，其有效载荷关键性能指标优于国际同类探测器，能量分辨率位居全球首位，表明中国具备了自主研制空间天文卫星的能力。2016年，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迈出了人类第一步。2017年，中国成功发射慧眼号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弥补了中国在空间 X 射线探测卫星领域的空缺。就在中国卫星计划稳步推进的同时，新一场太空竞赛的序幕已经开启，商业航天时代来临。2021年9月，卢旺达向国际电信联盟递交申请，计划获取超过30万颗近地轨道卫星的运营许可。然而，根据 Space News 的报道，卢旺达到目前为止仅在2019年发射过1颗立方星，而这个看似荒谬的申请背后，实质上是对太空轨道资源的争夺。按照国际电信联盟 ITU 的规定，卫星的频率和轨道使用权采用先登先占的方式获得，而根据估算，地球近地轨道能够容纳的6G 卫星最大数量大约为6万颗，资源是有限的，但商业航天背后的商业机会却是无穷的。从产业链环节来看，上游包括卫星总体制造和卫星配套制造、火箭总体制造、火箭配套制造以及卫星发射服务，下游涵盖通信、导航、遥感等应用领域，几乎在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创造1000亿规模的市场。根据美国卫星产业协会 CEA 公布的数据，2023年全球航天产业总收入达到4000亿美元，卫星产业总收入约为2853亿美元，占据全球航天产业收入的71%。这就表明卫星制造和发射速度越快，能够获取的收益就越大。在这样的竞争态势下，越来越多的航天国家参与到商业航天的角逐中，
加拿大宣布计划再发射10万颗卫星，法国企业 iSpace 同样不甘落后，一次性申请了11.6万颗卫星。面对白热化的国际角逐，中国航天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只是应对方式略有差异。2024年8月、10月和12月 ，G60 星链3批组网卫星先后发射入轨，拉开了中国商业卫星互联网太空组网的序幕。G60 星链也叫千帆星座，具有轨道较低、成本低廉的特点，具有功耗低、覆盖广、时延低等优点，能够提供大带宽、低时延、高质量、高安全性、全球覆盖的卫星互联网服务。G60 卫星数字工厂制造一颗卫星仅需约 1.5 天，采用平板构型卫星设计和卫星堆叠分离技术，可实现一箭18星的堆叠发射，显著降低卫星发射成本。而在另一端，作为中国首家商业遥感卫星公司，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构建的吉林1号星座体系，已在全球商业航天领域占据重要地位。2024年，长光卫星共研制并成功发射各类卫星共计31颗，其中吉林1号高分05B 星顺利进入轨道，表明长光卫星星载一体化、整星设计制造技术完成了第4次重大突破。其分辨率优于 0.5 米的卓越性能，甚至能够清晰识别道路上的斑马线，又一次打破了中国商业卫星的历史记录。到目前为止，吉林1号星座在轨运行的卫星数量已经达到117颗，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遥感卫星星座，能够对全球任何地点实现每日38至40次重访，具备全球1年覆盖6次、全国半月覆盖1次的能力。除了在遥感信息服务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长光卫星还凭借技术革新，让遥感数据成本实现了大幅降低。10年前从国外采购1平方公里卫星影像需花费500元，如今吉林1号影像每平方公里最低只要13元，价格降幅超过 97%。在行业应用覆盖面上，吉林1号已为农林、水利、交通等14个行业提供150多项精准服务，业务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周对库欣原油储存区域开展7至18次高频监测，分析油罐储油水平，预判原油期货价格走势，为伊朗洪水、巴西溃坝、洞庭湖决堤等全球重大灾害提供紧急救援服务。2023年，中国商业航天产业新增注册企业113272家，其中 43% 从事火箭制造业务，卫星制造企业占比 35%。除了企业自身努力，政策扶持也是推动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的关键因素。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及商业航天。2024年，商业航天第一次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中。而更加令人鼓舞的是，基础设施仍在持续突破，太原、酒泉、西昌3大发射基地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构成4级联动格局，年发射能力超过1000颗卫星。2023年，中国开启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低轨道卫星互联网项目——万星星座计划。这一计划旨在与马斯克的星链系统形成正面竞争，预计到21世纪30年代末，卫星数量将达到42000颗。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千年之前，在李白的诗篇里，对宇宙的纯真向往，正是人类探索太空的原始驱动力。中国航天的发展历程，为前面的修女之问给出了一个鲜活的诠释。气象预报、导航定位、通信传输，这些探索太空的成果或许无法直接让人们马上解决温饱，但它会推动新技术、新发明的诞生，最终将造福地球上所有的人们，为我们开启新的视野、新的工具和新的希望。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中国人对宇宙的向往与梦想绵延千年，从东方红1号到万星计划，不只是一颗颗卫星的发射升空，更是一个民族尊严的重新回归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最后，微笑非常希望你的订阅，让我们一同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